国主，各国美女已带到，请国主挑选。哟西，夏国的女人最有味道，请他们俩吧。嗨。啊！夏国的美人，快随我宽衣沐浴。我今日要好好品尝一下夏国美人的味道。哦，小美人儿，来！为蝇头小利，还放毒水，污染世界，罪无可赦。两位美人儿，我给你们准备的五毒血魔散，可还喜欢？无耻！若不是我中毒，今日必诛你！有了这五毒血魔散，再加上我东岛国保卫神境罗刹，别说两位店主，就是神主来临，也不过饮恨于此。放心，我会将你们生刮成片，亲自刮到我门前示众。神主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请神主责罚。无妨，东道国主，你可知罪？你就是夏国的神主？我在问你，排放毒水危害世界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想不到今日还有意外之喜，两位店主，一位神主，尽皆我手，吞并夏国，指日可待。巴罗刹还不给我取下他向上斩头！是。巴罗刹，废物！不可能！巴罗刹切入神境，天下无敌，怎么可能会输？我愿把东岛国给你，以后永远都是夏国附庸。鼠目寸光，自私自利，东岛国一日不灭。神主威武！我答应过夏国国主，朕是5年，如今5年期满，天下魔头尽伏，我也是时候该回去了。师尊不可，夏国不能没有神主。我意已决，休要多劝。凌天，你现在即刻前往海城，我要海城宋家的所有资料。是。你就是叶晨？没错。认识一下，我叫秦雪，此次前来是为了退婚的事。虽说你我指腹为婚，但我秦家可是夏国顶尖家族，而你叶家早已覆灭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囚犯罢了。当年家族定下的联姻自然是无从说起，而且我即将加入战神殿，成为新任战神，你觉得你配不上吗？莫名其妙。你大可不必伤心，以我身份地位悬殊，本就没有可能。你我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们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可有什么意见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对。
求你像神主一样，一人便可威慑齐国，不敢动弹。但我秦许的难，至少也要像战神一般，可以镇守一方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一个蛮横不讲理之人。拿着我的令牌，可以求我帮你做3件事：保住你的小命，或者帮你咸鱼翻身。这就当做我退婚给予你的补偿吧。你可要好好的把握这3次机会，这可是你为数不多可以接触战神级人物的机会。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像末影战神？不可能，暗影神殿之主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他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战神殿也不过是师傅您当时随手创造的小组织吧？无妨，你即刻前往京城，去调查5年前的那个案子。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是。拜见神主。起来吧。报告师尊，弟子已经查明情况，宋家现在已经濒临破产，而宋小姐因为5年前的事件，在家族内举步维艰。好，辛苦了。徒儿擅作主张，为您在海城安排了住处。这是夏国顶级豪宅碧海天阙的钥匙，供师尊下榻。此卡内拥有我夏国万亿流动资金，其月代为国手转交，请神主随意取用。不错，回去转告国主，夏国我保。另外，徒儿为您建造的神主殿即将于3日后完工，我已经通知海城各大家族前来观礼，方便您日后管理。好，在典礼上，我将弥补清河，让他站在夏国权力的巅峰。不过，听闻战神殿即将有一位新任战神即将继任。是，秦雪她天资聪慧，又肯苦修，我有提携之意，准备在典礼上授予其战神之位。哼，何止是天资聪慧啊，就连嘴上的功夫也是举世无敌。莫非是秦雪冒犯了师尊？师尊稍等片刻，徒儿这就去夷平秦家。秦雪不是这样，难道不好？秦家危险。罢了，不过是一个蠢女人，暂时隐瞒我的身份，我要看看她到底有多蠢。是，谨遵师令。备车，去宋家。让你嫁给赵少是你的福气，怎么还敢说不愿意的？人人都知道那赵天杰就是个人渣，你还让我嫁给他，这是在把我往火坑里推。你在这装什么清纯？你以为你还是曾经的海城第一美女？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脏货罢了。不如赶紧把总裁的位置让给我，也好挽救一下我们宋氏的名声。你无论如何都要嫁给赵家。赵家能给我们神主殿典礼的邀请函，就我们宋家。来人，把宋清河给我绑了。清河说不响，我看谁敢。叶晨，你个强奸犯出来了！5年前我犯下了大错，以后我一定会一点点的弥补你。我宁愿嫁给叶晨，也不会嫁给赵天杰那个人渣。你敢！清河不肯，你们。人家赵少背靠唐家，是海城第一大少，更是将一张神主殿典礼的邀请函送给了我宋家当彩礼，让我宋家能在神主殿换殿观礼。你也配和赵少比？只能在大门口转悠。我以为你们所谓的赵家有多么厉害呢？我要是能让你们进内殿，你懂什么？神主殿乃是护国战神凌天大人为那位神主所建造，非权贵阶级无法靠近。想要进内殿，除非你能拿出至尊邀请函。行啊，那我就拿出至尊邀请函，让你们开开眼。大胆！你知不知道这张邀请函有多尊贵？整个海城也没有几张。5分钟之内，派人把至尊邀请函送给宋清河。好，叶晨，5分钟之内，我要见不到邀请函，我就叫人把你的腿打断。陈江，备车，我要去给师傅送邀请函。不如让秦将军去。上次秦将军冒犯神主，一定是不知神主身份。这次让秦将军亲自送上 VIP 邀请函，相信2个人的误会一定会解开的。好，那就让秦将军去办。秦雪啊，秦雪，你可要抓住机会啊，争取跪下给神主磕2个头。5分钟已经过了，叶晨，你准备好受死了吗？来人，给我打！至尊邀请函在此，我看谁敢对神主不敬。秦将军驾临，我宋家真是蓬荜生辉啊！秦雪，拜见神主。不可能，他就是个强奸犯罢了。放肆！还敢污蔑神主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不，
奉凌天战神之命，为你送上至尊邀请函，请您明日务必到场，神主亲自接待。这是给我的？没错，这封至尊邀请函是神主亲自为你打造。不可能，这张至尊邀请函一定是假的，你一定是胡他蒙骗了。此乃凌天战神亲自交予我，你是在质疑我，还是在质疑凌天战神？我不敢，秦大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是老朽有眼无珠，请原谅我。不错，这件事情做得很好，我很满意。叶晨，怎么是你？叶晨，怎么是你？怎么，就是我？你很意外啊？不，神主大人，刚才是老朽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原谅我。真没想到啊，一人战7国的神主如此青睐我们家清河，我宋家可要腾飞了啊！叶晨，难道你？没错，我就是神主。明天我带你进神主殿。够了，叶晨，冒充神主可是死罪。什么？叶晨他不是神主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主。当年我在战场上看到神主的一道背影，那是何等的精彩绝艳，绝不是这等混世等死的人能相比的。今天若不是我来，恐怕大家都要被他们服地。好啊，叶晨，你胆大包天，居然敢骗我，给我滚出去！鼠目寸光的东西！我劝你不要再做些不切实际的事情。等神主典礼结束后，我会以新任战神的身份去求情，还能送你离开海城。那我也劝你，现在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，要不然明天的典礼上会让你很难看。牙尖嘴利，给你一个机会，明天典礼我会放你进来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之间真正的差距。我们走。好啊，叶晨，你胆大包天，居然敢冒犯神主，跟秦将军顶嘴！我能让秦雪送来至尊邀请函，你还看不出来我的身份吗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刚才秦大人都说了，这张至尊邀请函是神主专门为我们清河所打造，跟你这个强奸犯有什么关系？还不快滚！连我们家清河的功劳都要贪，真是恬不知耻！算了，叶晨，别说了，跟我出来。等一下，清河。虽然你今天帮了我，但是5年前你在我房间对我做的事，我还是没法原谅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等。这样吧，在这2年内，你假装是我老婆，这样赵少就不会纠缠我。不过在此期间，你我有名无实。2年后，你我各不相欠，能做到吗？没问题。 2年的时间，我会让宋家重振荣光。何须2年？明日的典礼上，你将成为海城的女人。欢迎大家的到来。今天大家能来参加典礼，是对我秦雪以及战神殿的支持。秦雪在此感谢大家。秦雪将军，这是哪里话呀？能与新战神结交，可是我海城社会的荣幸。秦雪将军即将成为战神，我海城银行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贺礼。各位稍等一下，明天战神和那个大人随后就到。这小子就来了。叶晨，没想到你真敢来，屡次冒犯秦雪将军，你就不怕秦雪将军挂你罪吗？什么冒犯秦雪将军？在下请求缉拿此人，请秦将军行使将军权责，速速捉拿此人。待会儿就找个偏远的位置坐下，不要碍了林间战神和那位大人的意。我也不会追究你的责任，但是你要看清楚你我之间的友谊之别。秦雪将军善良，网开一面，还请多下谢恩。哪来这么多狗，一直在这里叫我？看来你是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，你这是自取灭亡。蠢女人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后悔。敢辱骂秦雪将军，我陈立阳发誓，以后在海城就没有你和宋家的立足之地。海城银行将断绝和宋家的所有经济来往。我就真搞不明白了，你们一个个的有眼无珠，就这么喜欢给这个蠢女人当活？叶晨，要不你还是跟秦雪将军道个歉吧，这件事你有错在先。你还不明白，现在的我可是夏国金星，未来可登夏国巅宗位置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军中的杂役。你能活着，全靠我的身手。你有神死的站着跟我说话！一会儿我就让你看看
我有什么？秦雪自视甚高，目中无人，目前能力不符合战神殿章，不允晋升战神。你脑子不有病吧？真把自己当女的战神了？你赶紧滚下来！那个位置也是你能坐的。你胆敢坐在神主大人的座位上，大逆不道，按理当斩！第三错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会场，我会向神主大人求情，留你一条小命。叶晨，你快下来，你自己死可以，你不要连累别人。我要是走了的话，那这场宴会就没有主。不要把我的纵容当作是你暴动的资本。你今天若是敢破坏我的宴会，我会对你立即格杀。你是不是真没脑子？我都坐在这里了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一个小小的军中杂役，既然如此狂，跟你悔婚，可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夏国真的是没有人，凌天竟然让你大人我当上将军。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战神大人，今日我便断你一臂，给你一个教训。护国战神凌天大人到！拜见战神大人！拜见战神大人！拜见战神大人！战神亲临，还不赶紧下跪！你还快跪下，不然谁也救不了你。我为何要跪？战神亲临，见证直下如礼。我给你跪下，凌天，你敢应吗？大夏护国战神凌天，拜见神主。大夏护国战神凌天，拜见神主。战神大人，他就是个废物，拜他干嘛？我对海城各大家族的表现很不满意，不想夺走皇后身份。还有秦雪这个女人，我很不喜欢。神主在海城生气，海城的天要塌了。战神大人饶命！此次宴会我很不满意。战神大人，对不起，臣子在与秦雪。秦雪，你资历尚浅，暂与战神殿无缘。请战神大人教诲。近日我疲劳过度，错将此人误认成神主。7日后，我将亲自为神主举行宴会。今日的典礼就到此为止吧。传闻战神大人待人仁厚，看来着实是我等犯错了。肯定是这小子祸了殿主大人，想到殿主大人不对。这小子还坏了秦大人的好事，请秦大人拿下。不是的，叶神他不是。算了，秦雪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求得战神大人原谅。叶晨，我今天就先饶你不死，给你的3次机会，你已经用了1次，你的机会不多了。秦雪和秦雪，我是真帮不了你。秦雪，你还真是冥顽不灵啊！没想到宋清河这贱货，竟然能被战神给看上。神主做事素来无章，有可能是一时兴起。当年叶家阻拦我唐家成为皇族的灭子，宋竟然还敢对叶家施以援手。加快进度，1个月内我要看到宋家覆灭。是，少爷，这个神主就在海边。您看，如若我唐家能与那等无上存在交好，他日直接进入夏国，就再也无需顾忌皇族的脸色。去我唐家宝库准备厚礼，我要在神主宴会上亲自为店主献上。是。现在我们宋家可是把海城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。就是，要我说，就不该让叶晨这个扫把星进门。妈，这事儿不能全怪叶晨。清河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离开宋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让给子越。这是我们得罪这么多人，主要责任都在你。不好了，宋氏集团被查封了。什么？海城商会的人接到举报，说我们宋氏集团违反了商会规矩，不许继续在海城经营，是海城商会会长亲自下的命令。完了完了，一定是叶晨在宴会上得罪了战神，这才让海城商会动怒。哎呀，神主糊涂向清河示好，但清河呢又和叶晨在一块，神主恼怒，迁怒了我们宋家，我们宋家的未来全都葬身在叶晨这个扫把星身上了。海城商会啊，我一直守着地方捏死。叶晨，你能不能别说大话了？你知不知道海城商会是什么？
海城商会是海城商业联盟，凡是在海城的企业都要受其管辖的。宋清河，你自己惹出的事情，你自己去解决。你现在就到海神商会门口下跪，陈贵，陈贵人要是不原谅，你就不准再进宋家。区区的一个海神商会，我一个电话就乖乖的上去。叶晨，你闭嘴！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一直在听他话，不停的说我知道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的事情不要你管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。我不想再看见你。陈经理，上次见面都有冒犯，对不起。希望您能明察是非，恢复我们宋氏集团荣誉。宋清河小姐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海城商会在宋产品抽检出了ผิ货，按规定，你们宋氏集团10万的罚款。不可能，我们宋氏质检一向合格，你说的事情不可能发生。我说了算，你说了算。我说你们产品有问题就有问题。在海城，我想让你们宋氏倒闭，不过嘛，我陈刚对美女一向宽容。宋小姐，你要是乖乖爬过来，让我舒服舒服，我就考虑一下取消对你们宋氏的封查令。啊？不可能！来吧，宝贝儿！贱人，不知吃罚酒！混蛋！你敢动我，你死定了！还有你，宋家永远活不过今天！叶晨，你太冲动了，他可是陈会长的儿子，只要是惹到了陈会长，到时候把我们宋家赶出海城商会，我们宋家就真的没法在海城立足了。知道害怕了，你现在从我当下钻过去，然后把他的剑指去扒光，让我赏赏。秀秀我一高兴，饶了你们宋家；秀秀我一高兴，就可以饶了你们宋家。走，保安，保安！会长是谁？对我儿子动手！陈会长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海城商会的经理以权谋私，想要强迫我媳妇，我问你该不该？我为我儿子如此小人物天大的荣幸，居然敢反抗！把他们两个拖住，带到缅北去当奴隶！知道害怕？晚了！上！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是个练家。不过再练，枪嘛，去，请锦衣阁的人过来。是。什么？锦衣阁？叶晨，你赶快走，趁锦衣阁的人还没有来，你还能走。没关系，就算锦衣阁要抓人，也要讲究个是非对错。是非对错，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谁的拳头大，谁就是对的。你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，就算死在这儿，也没人在乎的。是谁在群舞逞凶？谁在群舞逞凶？杨阁主，请速速将此人拿下！这个人在我山宫内行凶，还打伤了我儿子。杨阁主，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两个贱人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打人！不是这样的，杨阁主，是陈刚的欺负我在先，请杨阁主明察秋毫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两个拿下！杨阁主，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打人吗？本阁主做事，难道还要听你的意见吗？锦衣阁如果都是这样没有规矩的走狗，那我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我杨宝玉，那就是海城的天。我说你是人，那你是当个；我说你是一条狗，那你是个摇尾乞怜的狗。我现在在海城商会，我给你3分钟的时间，要不然我就给海城。摇人了！我倒要看看在海城谁比我强。你小子居然敢打我！小子居然敢打我！来人，给
给我把他们乱成大蛇！包括住手！小子，完蛋，骑士手来了，你和宋家都得陪葬！你打呀，你打呀！这条贱命留不住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到底谁的命轻。尸首，此人目无法纪，不然在我上位伤人，还应视同惩治。禽兽，此人胆大包天，屡次冒犯你，立即将其击毙。七月来迟，还请恕罪。秦尸首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个歹徒。没错，这个贱人都用我儿子不成，这是他打了我儿子。秦尸首，你稍等片刻。小子，这就叫一个歹徒击打归案，立即将其击打归案。不是的，施主大人，是臣刚欺压我在先，我老公才动的手。你的废物老公，贱命一条，打他我都先脏了手。而且此人竟敢偷袭我，对其尼哥出手，死罪。施首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叶先生乃我海城心腹，此番前来是为了督促我海城发展。你们这群畜生，竟敢为执法者栽赃陷害，信不信我亲自把你们打入地牢？什么？这废物老公，不是你给他死！还不跪下！叶先生，您大人不听传人话，您饶了我吧！叶先生，我这就解封了宋家，留宋家就是我们商人的专职会员啊，不，只能会员。小的有眼无珠，您就当我生病，给我放了吧。先生，这几人当如何处置？叶先生，几人当如何处置？今天我妻子在这里，我不想把这里变得太血腥，所有人到锦衣阁地牢，自废一弊，滚吧！叶先生，我已为您准备好了晚宴，请移步酒店。我没心情，算了。是，那属下就先行告退了。叶晨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还有刚才收到的监察使是什么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现在啊，可是站在世界顶点的男人。你就不能把你说大话的毛病改改吗？好好说话。我先前救过石守一面，所以啊，他才愿意帮助我们今天演一场戏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好吧。不过以后你可不能再说大话了，也不许打人。就是再惹出什么事端来，我可是会毫不犹豫的把你赶出宋家的。好好好。不过今天还是要谢谢你。明天就是爷爷生日了，一会儿我给你拿点钱，你去挑份礼物。今天爷爷生日，你带这个废物来干什么？叶晨他是我的未婚夫，为什么不能？你可真是够甜的吃。好了，今天可是家主寿宴，在这吵吵闹闹的算什么呀？都进来坐好了。红熙啊，不是我说你呢，这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找个劳改犯当男朋友呢？虽然说不能像我家嫣然一样找一个在战神殿任职的男朋友，但至少啊是得找一个事业有成的才是啊。也没那么厉害，不过是战神殿微微指示吧。嫣然还真为我们宋家找了个好女婿啊！红熙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不要什么人都能指甲一待。是我管教不严。爷爷，今天您生日，那我给您准备了什么礼物？好，哈哈哈，好。这个呀，可是百年雪灵芝，可是我托很多关系才买的呢，价值200万。好，还是我们子月有心呐啊！爷爷吃了这个雪灵芝啊，定能延年益寿，为我们宋家再创辉煌。子月送的呀，这真是一份大礼，200万呢，我怕呀，这个劳改犯就算辛苦一辈子，也未必能挣得到。一枚人工仿造的灵芝罢了，吃了之后不但不会延年益寿，反而还可能会因为距离。叶晨，你瞎说什么？居然怀疑我会毒害你，你有证据吗？你的这枚灵芝表面干涸，而真正的灵芝则是温润光滑。只有人工压染的灵芝才会因为颜料萃取水分而状若树皮般开裂。胡说八道！你见过雪灵芝吗？也没被我百年雪灵芝指指点点。你的这个百年雪灵芝还是入不了我的眼。星河，别怪我说话难听，找男朋友穷没关系，
但是又穷又爱说大话的，容易小命不保。像他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入赘宋子，小心宋家有一天一死不上身。叶晨，别胡乱说，赶紧跟子悠道歉。道歉就不必了，叶晨不是见多识广吗？连我的百年雪灵芝都瞧不上，我倒想看看他能拿出什么像样的礼物。不会没有准备吧？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他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他拿出的东西，但凡有子越的1/10，我都不会不认这个女婿。巧了，今天我正好有份礼物送给宋老爷。要不还是别拿出来了。昨天我就给了你10万，拿出来也是丢人。放心吧，我这份礼物啊，就是放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和你要学着。我倒要看看你拿的什么。我倒要看看你拿的什么好宝。这是爷爷，你快看，我看他说的天花乱坠，还以为他能拿出什么好宝贝，最后就是个烂萝卜干儿。今天可是老爷子的寿辰，你送这个礼物有点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？这是千年野山参，服下之后可延寿10年，此物可入国宝之列。宋千和，你男朋友真搞笑，这人参干得跟萝卜干一样，还说是千年人参，也不怕笑掉牙。就是啊，这人啊，穷点可以，但是又穷又爱吹牛，真的是无药可救。真是有眼无珠，千年人参就是如此。叶晨，我知道你要面子，但是我们宋家人又不是傻子。爷爷生日，你就拿这么个破玩意儿来糊弄大家，我看呐，他就是不把我们宋家人放在眼里。岂有此理！把叶晨赶出去！叶晨，赶快给爷爷道歉。我为何要道歉？叶晨，要不你还是服个软吧，毕竟你这10万块钱买不到什么好东西的。这千年野山参乃是我偶然分配，既然诸位有眼是珠，那便配不上此等。反了你了，叶晨！什么千年人参？你真的以为我们宋家没有见识，这么好糊弄的吗？大家都已经识破你的谎言了，你还在这里顶罪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为了此等宝物，什么事情这么热闹啊？你来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临时公事缠身，来晚了，请各位见谅。说的哪里话呀，甜甜，赶快进来坐。老爷子看起来不太高兴啊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这不是就在刚才吗？竟然有人啊送老爷子假的药材，想要糊弄我们呢。的确是个假药材，这种廉价的品质上不了台。晴天，你是不是哪搞错了？这灵芝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这就是个普通的灵芝，被朱砂浸染，上面沾满了菌，一般人是很难观察出来的。爷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知情，真的是我托了很多关系，花200万买来的。别生气啊！再怎么说，那也是子越花了心血、花了钱买的，不像某些人拿了个破萝卜根儿就还充数。妈，不是这样的。不过从我刚刚进屋开始，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人参味，而现在好像越来越浓了。这叶晨这小子拿个假人参，还来糊弄我们宋家。就是晴天大哥见多识广，准是看出了这人参有猫腻。叶晨包藏祸心，暴殄天物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这可是那几株仅存于世的千年人参王之一。我上次见到此等宝物，还是在给那位大人的庆功宴上见过。你说这人参是真的？晴天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呀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此等宝物，岂敢乱开玩笑？上一株人参王被服用后，才有人发现此药物有延年益寿的功效。我夏国境内仅存的几只人参王都被秘密保存，非国之栋梁，不可触碰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是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？能为爷爷送上此等宝物，说明宋家是要成为夏国的豪门啊！可惜呀，可惜，这宝物被浪费了。从爷，你看这都干了些什么呀？爸，这不能怪我，我也不知道呀。都是子越，都是子越这丫头，她说这是假的。爷爷，不能怪我，谁知道叶晨这废物能拿出这种东西？都怪叶晨，他讲话不清楚，支支吾吾的才误导了我们。叶晨，
你这是要气死我！药效还在流失，如果现在服下，还能增寿个几年。你真的想要我死不成？叶晨，这么国宝级的礼物你是怎么得到的？在外面这5年，你都经历什么了？这是有一次我被罚在山上站岗时偶然挖到的，运气好，运气好。我还以为骑士手没开玩笑，你真是海城监察使呢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们先走吧，等你妈他们吃完饭再回去。行，你这次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指不定爷爷已经开始认可你了。或许吧。爷爷，您怎么不高兴啊？叶晨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把我们宋家害惨了！妈，您在说什么呀？这叶晨刚给我们宋家解除了封锁，今天爷爷寿宴又拿出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？刚刚海城银行停了我们宋家的贷款，一定是叶晨惹得海城银行行长不悦了。这事儿也不能怪叶晨吧，指不定是谁想针对我们宋家。自从叶晨进了我们宋家的家门，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儿。宋清河，你要是再袒护叶晨，就将你也赶出宋家的门。区区的一个海城银行，他们要是说话，我就让他们直接破产。清河，这怕不是连海城银行的大名都没听说过吧？海城银行可是海城商会的名号，是整个海城商会的黄金会员，得罪了他们，在海城你都混不下去。我连海城商会都不怕，还怕区区的一个海城银行？我现在就让他们去放。哎呀，今天你要是能让海城银行放垮，我就同意你跟宋清河在一起；要是要不到，你就离开宋家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允许你踏进宋家大门一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没想到宋家还有如此漂亮的美人，唐少真是给我找了一个肥差呀！经理，外面来的小子是宋家来贷款的，让他滚！宋家，除非宋清河来，其他人都不行。是。大胆，敢在我海城银行打我，你不想活了？听说你招老啊，那我就过来跟你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贱人的老公呀！那正好，我去通知他，让他穿上这个来见我。我给你个机会，穿着这个衣服给我在银行门口站3天，要不然死了！你完蛋了！敢在海城银行打我，老子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！哎，咱在海城银行闹事儿啊！行长，我不给他宋家贷款，这小子他就打我。年轻人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海城银行的后果。我倒是想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好，小子，我给你机会，自断双腿，从我胯下过去，我可以考虑。我要你。嚣张！这样的银行不要。年轻人，太嚣张了啊！我海城银行可是海城商会的黄金会员，可以说整个海城商会的资金都要通过我海城银行里。算什么东西？敢用这种语言来威胁我海城银行啊？那我也跟你跟这个蠢货一起，在银行门口给我罚站3天，要不然海城消失。是陈会长，你说让我消失，我就消失。行长，这小子脑袋有什么问题吧？许愿，打电话给徒弟，让他10分钟之内到。让他10分钟之内到海城银行。是。行长，你听到没？这小子用势手吓咱们呢。小子，你连陈会长的电话都没有，还让陈会长亲自来，还多次出言不逊。小子，好，今天如果你不拿出一个人物来压我，你休想活着跟我出去。行长，还跟着乡巴佬废什么话呀？直接把他4肢给卸了，再扔出去。来人，把他走。
长给我出去！哎呦，什么？我把您给吹来了，陈会长。会长，您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这小子他大闹我海城银行，他还打我，这不是得打您的脸吗？会长，陈会长，我判断海城银行经营有问题，停止了贷款。可是这无知的小孩还大放厥词，辱骂您和齐市长。我来找你谈合作，你却想睡我的冷。你说该不该？我来找你们谈合作，你却想睡我的老婆。老子想睡你那个贱人，是你一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别在这儿给脸不要脸啊！姓陈的，这就是你交的好手下，这就是你的态度吗？你这个乡巴佬，装逼是不是装习惯了？敢这样对陈会长说话？爹，天朝为命，我一定把你这两条疯狗蛋！陈会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宋家派来一个小子，怎么会是叶先生呢？是叶先生，是我们海城的新任监管。可是，就算秦律手来了，对他说话也要客气。你们两个算什么东西？你敢这样对叶先生，不光跪下，赶紧道歉！叶先生，我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海呀，你饶我一次，好吧？我错了，叶先生，你饶我一命，叶先生，我以后给您做牛做马，叶先生。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办法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烟的都已经抢了，就按照他说的去做。让我穿着内衣在银行门口站着，我这一站，这不成了海城的一大笑话吗？哎，叶先生，咱能不能换个正法方式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就按照叶先生说的去做，否则你俩就不要在海城再混了。来人，给我拉住！叶先生，是我家的狗眼，是我家的狗眼！叶先生，叶先生，叶先生。怪我平时管教不严，才出现了这样的败类。行了，这件事情处理的还不错，就到此为止吧。如果再让我发现有类似的情况，我可不敢保证你的脑袋还在你的头。听明白了？爹，我这就安排人，不，我亲自去宋家处理贷款一事。以后你就是海城银行的新任董事长。我没兴趣，你替我管着吧。还有，我是监察使的这件事，我不希望其他人知道。好。明白。不行，我要去海城银行。叶晨这么久都没回来，肯定是出事了。不许去！叶晨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躲死在外面。叶晨死的最好，这样你可以安心的和赵少结婚。不行，叶晨帮了我们宋家那么多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我要去海城银行。堂姐，不用急，贷款的事情赵少已经答应帮我们宋家了。星河，不用着急，海城银行的经理我熟，我一个电话过去，海城银行就能给你们重新放款。哎呀，要不然说赵少是海城第一大少呢，连海城银行都能轻松搞定。赵少啊，真是我们宋家的贵人呐！啊，星河，还不快给赵少倒茶？不行，我去对你。不用着急，我现在就给海城银行的经理打电话。叶晨才什么意？还是赵少厉害，一个电话就能把事情轻松搞定，不像某些人，只要面子活受罪，关键时刻还要赵少来保小命儿。方叔，是我，赵天杰，我打电话是想咨询一下宋家贷款的事情。滚！老子现在烦死了。赵少，怎么样？问题解决了吗？那当然，一个电话的事情嘛。喂，是真的，海城银行真的放款了。奇怪，刚才方经理没有放款。赵少如此深明大义，绝对是我们家清河的良配啊！就是，千和，还不好好的回去招待赵少。妈，说不定这贷款的事儿是叶晨做的。清河，怎么样了？贷款收到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去解决海城银行贷款的问题，现在问题解决了，海城银行啊给我们放了20个亿。真的是你做的？是啊。笑话，要是平时被你蒙混过去也就算了，但是今天赵少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
给海城银行经理打电话放贷，你竟然在这儿抢赵少的功劳！你说你给海城银行那个废物经理打了电话，他才放的我。叶晨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要不是赵少，你现在估计已经死在海城银行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所以根本是没进海城银行的大门。就是，不是赵少，难道是你这个乡巴佬干的？对啊，没错，海城银行的经理和行长他们不老实，我刚刚惩罚过他们。笑话，就你还教训易行长？就是易行长手眼通天，岂是你可以比拟的？没关系，叶兄弟，我懂。你想要一个机会，然后在阿姨面前改变对你的想法。兄弟，我理解你。海城银行贷款的事情和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都是叶晨做的。满意了吧？叶晨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明明是人家赵少干的，你什么罪都没干，怎么能抢人家赵少的功呢？再说了，你一个乡下人下来，你有什么资格认识海城银行的大人物？行了，叶晨，我知道这个任务对你来说很困难，没关系。赵少，谢谢你帮我们宋家解决这么大的麻烦。谢谢。哎，不是我做的，是叶晨上门打了易行长啊。还是谢谢赵少的仗义相助。清河，我对你的意思你明白。既然神主现在和你没有任何瓜葛，那不如我来娶你，你嫁入我赵家，你一样可以享受荣华富贵。就是，以赵少的急，可不是从某个香沟沟里爬出来的乡巴佬能比的。既然如此，叶晨，你就履行赌约，滚出我们宋家。清河，准备，和赵少择日订婚。家主，不好了，锦衣阁的人将我们的货扣住了。什么？锦衣阁的人说宋清河涉嫌违法借贷款，违背市场秩序，所以将我们的货扣押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赵少，这贷款怎么会出问题了呢？这一定是方经理搞错了。稍等片刻，我去找方经理理论理论。难道真的是叶晨打伤了叶行长，叶行长怀恨在心，才举报了宋家？我就说嘛，叶晨这个扫把星，自从来到我们宋家，我们宋家就麻烦不断。没错，叶晨，今天这件事你必须得给我们宋家一个交代，要不然你就滚出去。你们刚刚不是不相信贷款的事情是我解决的，怎么现在又把过错怪到了我的头上？谁知道你在外面得罪了多少人啊？搞不好是你在外面得罪了几个的人，我们也不知道呢。一个小小的锦衣阁，只有他们得罪我的份儿。有些人本事不大，口气挺大，有本事你就把货拿回来哟。叶晨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把我们宋家的货去拿回来，我就同意你和宋清河在一起。叶晨，你别去，上次你打伤锦衣阁，他们肯定还怀恨在心。无妨，一个小小的锦衣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哎呀，有些人呀，就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。哎呀，在现实里口屁都不是。妈，你别这样说，叶晨还是很有本事的。行啊，你要有本事就把我们家的货拿过来。你要是能拿过来，我就叫你爸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叫我爸。叶晨，别冲动，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他们是锦衣阁，人多势众。清河，给我1天的时间，明天我就让锦衣阁把我拿回去。典礼仪式是秦雪考虑不周，放入了一个劳改犯，破坏了典礼的进行。秦雪特来请罪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此？难道是秦月？谁在那里？你破坏神主典礼，此刻又跟踪我至此，你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只是你恰好挡住了我的路，何来跟踪一说？这些狡辩的话，还是等你进了黑牢想清楚再说吧。一想到你这个劳改犯，还有点力气。
我知道了，锦衣阁扣下了宋家的货，你想凭借宋清河与神主的关系，来一手借花献佛，稳固自己赘婿的地位。为此不惜跟踪我，找到神主居所。很不幸，你的算盘注定落空。神主一心只为攀登顶峰，又怎会在意这些红尘琐事？你异想天开的本事，真是丝毫没有减弱。锦衣阁可以把你和宋家压得喘不过气，但在我面前却不值一提。你可以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能帮你。不用。你若是脚踏实地，好好利用我给你的3次机会，说不定还能闯出一番名堂。而你却尽做些投机取巧之事，沉浸在自己虚妄世界中无法自拔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锦衣阁一事，我不会出手，让我看看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，你是否还有还手之力。神主，既然神主不愿相见，那秦雪今日就不多叨扰。莫大哥，事情已经办妥了，宋家的货已经全部扣押。10分钟之内把宋家的货给我吐出来，要不然死。哈哈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威胁我了。信不信来个毙了你，也没人给你伸冤。你可以试试。你们锦衣阁可真是烂到骨子里了。小子，我承认你很厉害，但是在我锦衣阁闹事儿，你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倒是想知道我会付出什么代价。对不起，我们宋家的货不要了。叶晨，我们走。庄主，让你们走。副阁主，您就放过我们吧，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来了。放过？可以呀。你把衣服脱了趴了上，当着这个废物的面表演，再让他给我们打分，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放你们走！来人！来人！快来人呐！给我抓起来！清河，你先走。不要走，一起走。我们锦衣阁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当我们是什么呀？想走门都没有！放他走，要不然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。让他走！不用担心我，你先走，没事。不行，我要救叶晨。爷爷他一定有办法。秦百龙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我就是想知道得罪你会付出什么代价。你不能乱来！我们阁主杨破军，他可是地仙级高手，你敢动我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杨破军，好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，把他给我叫过来。阁主，快来救我！有人打我！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你敢对我弟弟动手，总被受罚。爷爷，我求求你救救叶晨好不好？他现在一个人在锦衣阁，被副阁主围住，他们要把他给杀了。怎么，叶晨不是很厉害吗？还用得着我们宋家去救？爷爷，我求求你，他是因为我们宋家才陷入危险的。叶晨自己逞强，非要去送死，怪不得我们宋家。爷爷，你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就算我有办法，我为什么要救叶晨？他死有余辜。爷爷，我求求你！喂，少少，我求求你救救叶晨。可以啊，但是宋清河，我为什么要救叶晨呢？只要你能救叶晨，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。行啊，今天晚上你来海城酒店的顶楼，我有个朋友想要和你交流交流。
怎么了？师傅，您晚上有福了。今天晚上我带您去品尝品尝宋家美人。胡闹！别忘了你的正事。师傅，你放心，宋家避免。不过我们要小心叶晨那个小子。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是谁敢动我锦衣阁的人？阁主，你终于来了！快帮我教训这小子！另外，他那个小，我们给他抓过来，一块爽爽。阁下是何方神圣，竟敢在我杨破军的眼皮子底下动土？见我们阁主，是不是害怕了？我告诉你说，我们阁主就是海城的天。好啊，杨破军，我这一会儿不见你，你就变成海城的天了。叶先生，对不起，我该死！阁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只不过就是宋清河那个心头而已。杀了你的狗眼！叶先生可是海城新任的侦察使，以下犯上，藐视规矩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住，锦衣阁天牢去！不！宋家的事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叶先生放心，扣押的货物我会亲自给您送上去。另外，在海城酒店的晚宴已经准备好了，还请叶先生一路。喂，叶晨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，货物呢也已经全部送回去了。那就好。欢迎光临。叶晨，你怎么来了？杨破军叫我吃饭，我就顺便过来了。没想到你也在这儿，我就让他先上去了。你没事吧？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事，只不过是一群跳梁的小丑罢了。这次你帮了我们宋家这么大的忙，你已经不欠我什么了，你可以离开宋家了，我原谅你。不，我要让你成为夏国最尊贵的女人。叶晨，你能不能现实一点，不要再沉迷在自己的幻想里了？你以为你为什么能从锦衣阁出来，还不是我答应赵天杰的条件，让他请杨破军来帮忙？不然你觉得你能活命吗？能捡回一条命已经很不错了，没想到你还在这里执迷不悟说大话。清河，你相信我，我现在马上让他下来。给你3分钟，马上到酒店大厅。够了，我对你真失望。清河，你去哪儿啊？跟你没关系。跟叶晨退婚真是正确选择。你没听说他得罪了别人，还要靠自己的女人脱身，真的是废物。万一啊，万一叶晨说的是真的呢？怎么可能？我秦雪什么时候看错过人？不过我确实不太喜欢赵家的做派。听着，宋清河我保了，你要是想做什么，最好掂量掂量。这也就算我又帮了叶晨一次吧。喂，清河，我今天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不用这么来陪我，没事儿。下次再有这种小忙，我很乐意帮忙。我不用去陪赵天杰了。叶晨，我今天帮你解决了宋清河的事儿，你现在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。滚！我见。好精准的杀气，怎么回事？错觉吗？这个叶晨可真是不识好人心。好啦，叶晨现在也正在气头上，走，我带你喝酒。我弟刚开的酒吧在海城可是一流。叶晨，你究竟还有什么秘密，能让这么多大人物为你这样？姐夫，宋子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夫，你一定是和姐姐吵架了吧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教你怎么哄我姐姐。两位美女们，请慢用。你说像神主这样的人，
怎么会降临到我们这小小的海城呢？说不定神主的爱人就在海城呢。神主这种躬身造化的人，肯定已经摒弃了红尘旧俗，一心追求巅峰。你还别不相信，我可是跟宁天战神一起接见过神主，而且你怎么不继续说了？就不告诉你。来，喝酒。姐夫，我刚刚看到秦雪将军了，好像。不过是个自大的女人罢了。姐夫，你跟秦将军很熟吗？秦雪这个女人算不上多好，但也不算坏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小子，这个小妞我害你，拿着这个钱，给我滚，别碍了老子的眼。怎么嫌少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小妞，老子今天玩定了。你神经病吧你！耍酒疯，滚出去耍！这个，你居然敢打我！你妈是，你全家都是。我全家都是。知道我姐是谁吗？仗着有点家世背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小瘪三儿，我告诉你，有家庭背景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姐是海城市首，你们两个居然敢打我！你们今天别想走出这个包厢！我要让你趴在地上看着我玩你的女人。你难道是齐香？完了，姐夫，你给失手弟弟打了。你看我干嘛？刚刚你也说话。要不我们给他道个歉？道歉？晚了。小子，从我这儿钻过去，说不定我还能放了你。还有，让你旁边这个小妞陪老孙锻炼锻炼身体，说不定我还能放了你们两个。我姐姐是宋氏集团的总裁，您看能不能给个面子？这件事就算了。宋氏集团算个屁！你姐姐来了，也只配给我舔脚。你个小瘪三，你敢打我！姐，这个小子打我！秦师叔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您弟弟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道歉就算完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是你乖乖的爬过来，把我的脚舔干净，我还能放了你们。原来是你呀，叶晨，你还真是厚颜无耻，尾随我都跟到这里来。秦师手今天卖我一个面儿，放了叶晨。虽然我俩现在毫无瓜葛，但毕竟是我会婚约在先，我不忍他受辱。我愿意卖你面子，也要看神主让不让我卖啊！希望神主不要牵连齐家。好，既然林将军为你们求情，今天就大发慈悲放了你们。但是下次别让我在海城见到你们，不然我饶不了你们。你少说两句吧。算了。嚣张什么呢？得罪这位先生还不赶快道歉？怎么想一走了之吗？姐，你干嘛呢？你还知道我是你姐呀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出门在外不准仗着自己身份就嚣张跋扈。今天如果不是被我碰巧遇见，我还不知道要被你蒙蔽多久。快给这位先生道歉！如果这位先生不原谅你，今天就家法总成。是。这位先生，对不起，都是我齐秀的错，对不起，是我今天喝多了，对不起，你饶了我吧。见好就收，不要得寸进尺。行了，滚吧，别打扰我喝酒的雅兴。是。今天你运气好，遇见了我能帮你，才让你不那么难堪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对于我来说最普通的人，对于你却很致命。现在你知道，你和我隔了一条天线，你永远都翻越不过去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需要你帮我？你以为刚才向你道歉的是你可以随便得罪的人物，还是你认为这里可以随便闹事？要不是我，
你早就被扔进河里喂鱼了。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几分武力，就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。别的不说，就刚才你得罪的齐星，如果动用齐家的势力，踩死你就像踩死一条臭虫一样简单。区区一个齐家，只要我想，分分钟就可以覆灭。你敢在骑士手面前说这种话，你就怕骑士手把你就地正法吗？好了好了，秦雪，咱们先走吧。我告诉过你，我给你3次机会，你已经用了1次，还剩下最后1次，你好自为之。姐夫，你跟秦雪将军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保密。跪下！姐，你怎么了？我让你跪下！姐，这到底怎么了？今天因为你齐家在生死的边缘徘徊，你得罪的是神主，那位战神殿与暗影殿的共主，当今世界的绝对掌控者。姐，我今天居然得罪了神主！姐，你得救我，你得救救我呀，姐！这个女人这么说，累死我了。姐夫，你们清河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姐夫他是清白的，他只是带我去喝酒喝多了而已。好一对狗男人，亏我还以为5年前的事情是个意外，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哎，清河。赵少，上次您帮了我那么大的忙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您呢。这次您又帮我介绍生意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咱俩认识这么多年，我啊早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妹妹了。这次我赵家的股票外扩，这不我连夜把你叫了过来。谢谢赵少，清河感激不尽。这你就生分了不是？来碰一个，来碰一个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清河，清河，怎么样？最后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。秦雪保你又怎么样？这过2天唐少一来，我再把你献给唐少，就算是秦雪也保不住你。这皮肤极品啊，可惜被叶晨那个废物提前享用过嘛。把你的脏手给我放开！把你的脏手给我放开！叶晨，你个废物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他妈要你好看！无耻小人，威逼利诱不成，居然敢下药！下药？我还是看在你的面子。只要我愿意，我随时可以在你面前玩弄他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这种穷乡僻壤出来的乡巴佬，也有资格跟我站在一起。就凭你对清河下药，我今天就可以让你死在这儿！你还能诈尸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酒店的老板殷少天是我的兄弟，你敢动我，就等死吧！行啊，区区的海城饭店，在我眼里连蝼蚁都不如。说大话不打草稿是吧？我告诉你，
易少天可是海城银行的少东家，他第一揭穿更是在海城呼风唤雨。像你这种废物，连给易少天鞋都不配。易少，我是小杰啊。哎，我在你的酒店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小子在这闹事儿呢。哎，好，我等着你。别说是他了，就是他爹都给我跪下！狂妄！你要是认识易行长，我就跪在这儿喊你一声爸爸。那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跪下来叫我爸爸。姓易的，赶紧给我滚到海城饭店，来晚了你就等着收尸吧。我告诉你，装腔作势没有用，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就是个蝼蚁。是谁敢在我海城酒店闹事儿啊？哎呀，易哥，易哥，你终于来了！就是这个小子，不仅在您的酒店打我，还侮辱您的父亲。好大的胆子！你不知道我易少天是谁吗？啊，易哥，这个女人是宋家的主才宋清河，之前啊被这小子苦苦哀求的女神，谁知道后来反过来倒贴我了。我易少天做人做事呢，一直很讲道理，不喜欢什么打打杀杀的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现在自废双腿，然后把这个女人的衣服扒光，看着我跟赵少跟她一起运动运动，我就放过你。易少，你真是宽容，给了这小子这么好的机会。叶晨，你还不赶快跪下道歉！我要说不呢。叶晨，你还不赶快跪下道歉！我要说不呢。那我就只能叫人打断你的四肢，把你跟这个送到缅北去当奴隶了。到时候啊，你们的下半辈子就只能在狗笼子里度过了。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！叶晨，易少卿把话说得很明白了，你还不赶快跪下，感激涕零的感谢易少饶你一条命，然后乖乖的把宋清河的衣服扒光了，好好让我和易少爽一爽。呀，叶晨，你平时吹牛逼吹得轰轰响，这到了关键时刻，不还是把自己的女人给卖了？不是。我说你小子不会是有绿帽癖吧？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看着自己的女神被别人玩啊？我懂，这样等会儿啊，我就把所有的服务生都叫过来，跟他一起开火去了，让你今天呀看个爽。易少，您真是太大度了，能让他看着自己的女神被我们玩，是他的荣幸。以前我不杀你，是我觉得你还不算太坏，看来是我看走了眼。易少，救我！怎么？你以为说两句狠话就能吓到我？现在放开赵少，然后自断双腿爬出去，老子就放过你。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这是你唯一的活路。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这是你唯一的活路。你在这里搞叫什么？你要再敢多说一句，我让你们易家跟着一起覆灭！就凭你也敢忘了我易家？来人！把这个狂妄之徒打断四肢丢出去！既然你想，那我就让你先死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易行长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小八佬不仅在背后侮辱你，在酒店杀人。没错，爸，这个小子狂妄之极，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。他还扬言说要灭掉咱们易家。爸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找人收拾他，在一块享受享受他带来的这个美人。这是真的！虚张声势，给我打！闭嘴！跪！爸，你打我干嘛？你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！谁给你的勇气，在叶先生面前耀武扬威的？知道叶先生的身份吗？别说是你了，就是你爸我在他面前也得老老实实的跪着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叶少，叶少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原谅我，求您原谅我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就是个从穷乡僻壤出来的穷小子，怎么可能让石首大人下跪？你知道不知道？石少就是我们海城新来的监察使，你一个窝囊废，有什么资格在叶少面前耀武扬威的啊？哼！赶紧给叶少道歉，如果今天你得不到叶少的原谅，我就把你逐出易家。
叶少，求您原谅我。是这样，我把海城酒店给您怎么样？你就放过去吧。行了，今天我不想在房间里见血，你自废一手，然后到锦衣阁地牢去领罪。好。再提，不要，叶少。发生今天的事情是我管教不严，还请您原谅，饶我一家一命。今天这件事情你处理的还不错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，你也滚吧。好，谢谢叶少，谢谢。你不是说要捏死我吗？我很期待。我承认你很厉害，就算你是海城监察使又怎么样？我背后的势力绝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对我动手，我背后的势力会让你全家都死得很惨。你背后的势力是唐家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是唐家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唐家在我的眼里不过是蝼蚁罢了。不可能！你知道我背后是唐家，你还敢对我动手？你干什么？张哥，你没事吧？侯见你喝多了之后，我就想着把你送到酒店，没想到他看到之后不由分说的就开始打我。叶晨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清河，他现在很危险，你离他远点。危险？我看危险的人是你吧？你跟宋子月行过之事被我撞破，就一路跟踪我来到这儿。今天我本来是要跟赵少谈一笔生意，没想到你不仅撞破了我们的交易，你还动手打了赵少。清河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能从锦衣阁出来，赵少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？他帮助了宋家和你这么多，你不但不感恩，反而恩将仇报，伤害赵少。如果说5年前你进我房间是场意外，好，我相信了。那么为什么在我快要原谅你的时候，你又把醉酒的子月骗上床？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叶晨，听见没？清河让你滚了，还不赶紧滚！我要是你，我就一头撞死在树上，然后给清河谢罪。你走吧，我们的交易到此为止。清河，师傅，我已经取得了宋清河的信任，接下来只要和宋清河结婚，就可以吞并宋家。不行，太慢了，那位大人已经等不及了。可是叶晨他，叶晨只要敢出现，我会杀了他。遵命。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如果明天宋家还不能覆灭，那位大人的怒火你可承受不起。是。师傅，神主，宋国小姐已经安全回到家中，请神主放心。属下已经查明，当年对叶家出手及陷害您的正是唐家。唐家现在已经联合国余孽，正欲赶来海城，属下已将唐家包围，只等您一声令下，唐家顷刻覆灭。公子师傅，了却尘缘，即可飞升。大仇即将得报，了却是为何我却会记不起来？报！禀神主，赵家绑架了宋小姐，宋小姐危急。什么？师傅。师傅，飞升之计难寻，属下恳请师傅放弃尘缘。这种情况我不希望发生第二遍。是，可是出神主令，召集海城所有高手，去赵家速敌。是。怎么了，我的好姐姐？想说什么？你说呀。让你说你就说，磨磨唧唧的干什么？哦，我忘了，姐姐嘴巴被堵住了，说不出来话。宋子月，你真笨逼！居然假借赵少请我吃饭的名义绑架我，要是让爷爷知道了，一定会家法处置你。没关系，你这条贱命怕是活着见不到爷爷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宋氏集团就由我来帮你管了。你假借赵少的名义绑架我，赵少很快就会知道，以赵少的实力，一定会动用锦衣阁的人来抓你。这真是我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你猜猜这是哪儿啊？清河，清河，你在这儿，我来救你了。赵少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别担心，我来给你送吧。宋子月，你的阴谋败露了，等我回到宋家，一定会让爷爷治你的罪。宋子月，你的阴谋败露了，等我回到宋家，一定会让爷爷治你的罪。好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
你还真是蠢的不可救药啊！宋清河，你还真是蠢的可爱啊！实话告诉你，这里是我赵家，要绑架你的也一直是我赵天杰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在骗我，是不是？你别怪我，要怪就只能怪你们宋家太顽强，几次经济危机都被你们平稳度过，迟迟没有破产，那我就只能出此下策，把你给灭了。不可能！海城银行的贷款不是还是您帮我们拿下的吗？你一定是在骗我，是不是？海城银行的贷款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是叶晨那个废物帮你的。昨天晚上我给你下药，要不是叶晨出来坏了我的好事儿，你现在早就是我的胯下母狗了。原来叶晨他一直都没有骗我。我的好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为了让他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。可惜啊，他那个榆木脑袋心里只有你，完全不上当。5年前也是我带着人给叶晨下了春药，送进你房间的。叶晨一定会过来救我的。放心，汉影神殿的赤龙大人就在我赵家，他叶晨要是敢来，我就上了。赤龙大师可是成名已久的高手，据说他已经地境大圆满，距一人可敌一国的天境也只差一步之遥。就算10个叶晨来了，也插翅难逃。不，求求你不要伤害叶晨，你放过叶晨好不好？好啊，不要伤害叶晨。那我们就继续一下昨天晚上没有做完的事情。只要你把我伺候的舒舒服服，我保证一定放叶晨一条小命。叶晨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清河，没事的，我来了。你受的委屈，我会连本带利的帮你讨回来。叶晨，你还真是狗鼻子啊！闻着味儿就过来了。不过你既然来了，就乖乖洗干净脖子等死吧。来了我赵家，就是半只脚踏进了黄泉。莫影，带清河先回家，来者杀无赦。是，我要跟你一起走。来人，给我杀了叶晨！住手！海城商会会长陈礼阳遵神主令前来速敌。海城几个阁主杨宝军遵神主令前来速敌。恭迎圣主驾临海城。起来。陈会长，这哪有什么神主啊？这是宋清河那个贱人的老公，5年前那个强奸犯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废物！神主岂是你可以侮辱的？敢在神主面前叫嚣，找死！陈会长，你一定是搞错了，他就是庄大运当了监察使，可不是什么神主啊！闭嘴！惹神主不悦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赵少，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居然认一个废物当神主！赵家多次出手打压宋家，今天还竟然绑架了宋清河，你们赵家当诛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？骗得过他们，就能吓着我？我告诉你，我赵天杰背后的能量不是你们能想象的。没错，叶晨，你的底细我一清二楚，你的权势确实令我刮目相看，但你绝不可能是神主，冒充神主的罪名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。冒充神主，还说要诛了我们赵家，你有什么有自己的嘴吗？你放心，等你死了之后，我会好好替你照顾宋清河的，然后在你的墓碑前，让你看看我们有多幸福。大胆！神主大人岂是容你们大放厥词的？神主大人，待我将2人带回锦衣阁审理绑架事宜，属下毕竟会让他们受到相应的惩罚。把他们押入无监狱，让他们也体验一下痛苦。你敢动我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完了！赤龙大人现在就在我赵家，他一定会杀了你。等你死了之后，我就把宋清河那个送到妓院，让他一天接80个客人。不知道你死了以后，嘴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硬？得道校脚，敢再次嚣张！赤龙大人，救我！敢当着老夫的面伤老夫的人，小子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他冒充神主大人，
骗过了海城商会和锦衣阁的人，还想要杀我！程大人，杀他！冒充神主，这可是死罪。本尊乃是暗影神殿的护法，这就将你缉拿归案。暗影神殿，传说中的世界地下组织，在阴影下维护世界和平，成员个个功高盖世，谢臣完蛋！杀了你的狗眼！见到神主大人还不下跪？连暗影神殿的主人你都不认识了吗？神主向来神秘，连我也没有见过。不过今天我和墨影大人是一起来到了海城，神主此刻定然和墨影大人在一起，敢在我面前冒充神主，现在要了你们所有人的狗命！看来暗影神殿的管教也不严，竟然把你这种野狗放出来在外面狂叫，又如何维护地下世界的安宁？你小子竟敢对我动手，你这是对暗影神殿不敬！要我看，你今天就死在这里。暗影神殿有你这种蛆虫，真是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承认你很强，不过神主跟墨影大人此刻就在海城，你敢动我，完蛋！墨影大人，我在赵家被打了，你快过来救我呀！小子，你完蛋了！等神主跟墨影大人过来，一定会把你这个冒充神主的小子剥皮抽筋。墨影大人，就这小子不仅打我，还对暗影神殿出言不逊，您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。小子，算你运气好，神主没有亲临，不然我定要当着神主的面亲手将你正法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是属下管理不力，请师傅责罚。师傅，他是，据属下所知，他只是在宋家吃软饭的废物。是雄心豹子胆了吗？敢对神主不降！暗影神殿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你难辞其咎，自己心里门户吧。暗影神殿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你难辞其咎，自己心里门户吧。神主，不要啊！神主，你原谅我吧，小的有眼无珠，冲撞了您，您饶了我好不好？我帮您屠灭赵家。赵家的事情不用你管。今日之后，再无赵家。谨遵神主令。谢臣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这样对赵家，你不能！看在你是清河妹妹的份上，我饶你一命，自己到锦衣阁戴罪。一晨，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放心吧，能够伤到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你从哪儿找来的那么厉害的高手啊？我在外面这么多年，有几个好朋友，不是正常吗？对不起啊，叶晨，都是因为是我太笨了，我没能识穿赵天杰的诡计，误会你了。不怪你，如果不是我没有给到你足够的关心，这帮小人也不会有机可乘。叶晨，对不起。我们两个何谈原谅呢？都是我有愧于你。我叶晨发誓，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半点委屈，也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。我保证，以后我绝不负你。我原谅你了，那你以后不许再离开我。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离开你了。对了，你就这样出来，赵家的人有没有为难你啊？赵家绑架你呢，已经被锦衣阁发现了。现在赵家的人已经被锦衣阁带走了。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冒这样的险了，我不想你再受到伤害。我以后绝对不冒险了，我保证。那我们赶紧收拾一下，从海上离开。如果赵家的人从锦衣阁出来，我们麻烦就大了。不用担心，赵家已经完蛋了。今天呢，你就好好休息，明天会有一场拍卖会，是赵家的归属权。明天我们直接过去收购赵家。赵家这种庞然大物，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？放心吧，到时候我好朋友会帮我们的。不过你明天可不能穿成这样去拍卖会啊。那怎么样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叶晨，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马上就要去参加拍卖会了，当然是要给你置办一些首饰了，要不然会被别人看清了。这个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这个镯子真漂亮。当然不错了，这可是一枚极品春带彩，小心点，别碰坏。坏了我们赔就是了。赔？你赔得起吗？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叶晨，这镯子太贵了，咱不要了。没事儿，好看就行。没钱试试。啊！你们完蛋了！摔坏这枚镯子，赶快赔钱！明明是你碰到我，它才碎的。两个穷鬼，没钱逛什么玉器店？我告诉你，这枚镯子价值500万，你们要是赔不了，等着坐牢吧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？你们今天要是赔不了这镯子呀，就别想离开这儿。保安，保安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经理，这两个穷鬼没钱还来逛玉器店，而且打碎了还不想赔钱。想赖账！告诉你们，今天拿不出500万，就别想在这里走出去。不是的，明明是他故意碰我，这镯子才碎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说是你碰碎的，就是你碰碎的，赶紧赔钱！一个破镯子而已，又不值钱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把你全家卖了都赔不起。多少钱？刷卡，别碍了我的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呐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。经理，你给两个穷鬼下跪干啥？起来！你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这位先生吃的可是夏国龙卡。夏国龙卡？吃夏国龙卡证，能调用夏国的所有资产和资金。经理，你不会是搞错了吧？他们两个怎么和夏国龙卡？不是！保安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通知所有的同行，永远不许录用。拖出！我不要！是我们招待不周，还望您赎罪。这里所有的物品任由你挑选。叶晨，你怎么会有这张卡的？哦，这是骑士手借给我的。咱不能乱花别人的钱，走吧。来拍卖会，你还带着叶晨这个乡巴佬来干嘛？这种大场合，也是一个乡巴佬能够进去的吗？也不怕其他家族看见了笑话。你妹妹子月就是被叶晨陷害入狱的，就是你还带她出来丢人现眼。爷爷，子月如果不是伙同赵天杰绑架我，怎么会进去啊？你这个死丫头，不帮人家子月妹妹说话，反而帮着外人说话，这胳膊肘就像外拐。赵少对你那么好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叶晨害了你妹妹？既然觉得有误会，那就去锦衣阁说呀。对着我一个小人物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还敢狡辩？去！你今天就在这里站着，不准进去。爷爷，咱们今天能来拍卖行，还得仰仗叶晨呢。我们宋家就算再落魄，也用不着来养这样一个废物。我说这个乡巴佬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这么听他的话？我说不准让他进，就是不准进。行，那我就在门口等着，你们进去。哎呀，那你还有点眼色。齐家这种拍卖行，不是你这种小瘪三能进的。我们走。我们是海城宋家。请问叶晨叶先生是哪位？那个废物也配进这种高档场所？我让他滚出去了。宋小姐，您请进。其余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你说谁是闲杂人等？你一个小小的臭门卫，你嚣张什么？少东家的命令，叶晨先生如若不来，宋家不准入内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叶晨在我们宋家也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瘪三儿，得罪了我们，是你个小小的臭门卫担待得起吗？哎，这是我们少东家亲自下的命令，你也敢质疑？少东家？难道是骑士手的意思？算你还消息灵通，叶先生和我们少东家关系匪浅，要不是叶先生区宋家，根本就没机会进入我们骑士拍卖行这种高档场所。不可能，叶晨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会认识骑士手这种大人物？
叶晨真认识。上次我在海城商会被欺负，还是洗手帮忙解的围呢。这么说，这个废物还有点本事。不过那又怎样？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这种拍卖会我们不进也罢。这场拍卖会对我们宋家来说至关重要，快去把叶晨请回来，不然你也不能进苏家门。爸，居然让我去请一个乡巴佬，那以后我在海城名人签字还怎么混呢？叫你去你就去，不准废话。好。叶晨呐！哎呀，伯母，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拍卖会就是快呀，这齐家的拍卖会啊，可真是高级。我要是有机会能参加一次就好了。叶晨呐，我们过来呢，就是想请你一起进去的。不，我就是一个乡下来的乡巴佬，哪能进得了这种高端的场合啊？那不给咱们宋家丢人吗？叶晨呐！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嘛？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我们要是都进去了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别人看见了，还以为我们家庭不和睦呢，是不是？伯母，你的心意呢，我领了，但是啊，我真不能进去给你丢人。行了，叶晨，就别逗我妈了。行，既然伯母不害怕丢人，那我也豁出去了，我陪你走一趟。好，走，我们一起走。行。叶晨，我们就坐在这儿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呀？宋家呢是海城的名门望族，坐在这第一排不是刚刚合适吗？是。哟，这不是虹吸吗？我还以为宋家的实力没法进拍卖会呢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这是我妈当年的闺蜜，自从宋家落魄后，她没少为难我。这几天不见，清河怎么又变漂亮了？可惜呀，我怎么听说你准备嫁给一个强奸犯呀？是不是这样？方姨，我男朋友人很好的。那是，我们家萌萌呀，可就没有这个福气了。她那个男朋友呀，只不过是海城银行区区一个高管罢了，也没什么本事。啊，对了，就在前几天呀，他还帮我们方家在海城银行贷款了20个亿。哎呀，我怎么给忘了？你们宋家到现在怕是连20个亿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吧？伯母，妈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萌萌，蕾蕾呀，来，快见过你陈姨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们现在一个落魄的家族，现在也有资格来参加旗下的拍卖会了？萌萌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就算你哪天在大街上见你陈姨要饭呀，见了面总是得喊声姨的。方姨，您放心，等您哪天上街上要饭了，我一定给您送一碗热乎的猪大肠吃。宋清河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这么说我妈，找死你是不是？萌萌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和这种人争吵，降低了我们的身份。满嘴喷粪。想必你就是宋清河的那个强奸犯男朋友吧？久仰大名啊！宋清河，你说说你好歹也是江城数一数二的美女，怎么嫁给了一个强奸犯？你要找，好歹要找个像我男朋友这样的，年少有为，年纪轻轻就当上海城银行的高管了。海城银行很厉害吗？无知，海城银行可是海城最大的银行，无数企业的资金都要经手海城银行的。你们信不信？只要我男朋友现在想，就能立马断掉你们宋家的贷款，让你们全家上大街要饭去。就算是一千川，也不敢说这种鬼话。海城银行在我手里，不过如蝼蚁一般，弹指可灭。你少在这扯虎皮撑大旗了！就凭你这个乞丐，也敢直呼我们行长的大名？你还敢站在我们行长的座位上？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过来，老老实实跪在地上，等着给我们行长谢罪！还有你们几个宋家人都给我跪下谢罪，否则你明天就得上大街上去当乞丐！这肯定有误会，一定是误会，都怪叶晨，是他带我们进来的，都是叶晨的错。你们宋家大难临头了。
现在给我下跪，我还可以让我的好女婿给你们求求情，等你们要饭的时候呀，好让你们穿2身体面的衣服。宋清河啊，你还不赶紧的，跟你那个乞丐男朋友赶紧跪下！你们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兴许我还能在行长面前替你们求求情。抱歉，我这个人呢，遇到乱叫的野狗啊，就首先得想要抽2脚。打人呢你还？我说过了，我讨厌乱叫的野狗。小子，你完蛋了！你敢在这里打人？你给我等着！保安，保安，把这几个乞丐给我拖出去！什么事儿？大呼小叫，简直掉了我海城银行的大字。易行长，您来了。这拍卖会不知怎么的，混进了几个乞丐，占了您的位置，还说什么弹手可灭海城银行。我上去说了2句，这小子居然敢打我！就是你，我倒要看看在海城谁敢冒犯我海城银行。我今天啊就要把他挂在海城银行的门口示众。陈红熙，刚才让你跪你不跪，你现在想跪来不及了！我要让你们一家全都上大街要饭去！小子，你完了！我倒要看看你在我们行长面前是怎么摇尾乞怜的。叶少，怎么这些？您怎么在这儿了？怎么，叶行长，是不是像我这种下等人没有资格来参加这场拍卖会？哎呦，叶行长，您在干什么呀？您怎么能给这种下等人下跪呢？就是啊，叶行长，他们这么侮辱您，您就应该断了他们宋家的资金，让他们上大街要饭去。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江海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你竟敢冒犯我们的大老板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？叶晨就是我们海城银行的新任行长？不可能啊！你是对我说的话有意见，还是对大老板有意见？不敢。叶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是这个贱人蛊惑我。怎么可能？这个贱人男朋友怎么可能会是银行行长？叶行长，这肯定是假的！你这个贱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跟着说宋小姐和叶大少？贾磊，你还有没有出息啊？你女朋友都被人打了，你还在这里连个屁都不会放！闭嘴！你个贱人，刚才敢对我们老板大呼小叫，你找死啊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你个渣男，你怎么能打我呢你？啊！从今天起，海城银行取消对方家的贷款，我们方家都到大街上要饭去吧！啊！哎呀，小磊呀！啊不，江总，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对吧？你不是马上就要和明明结婚了吗？谁要跟他结婚呀？得罪了我们的大老板，我们方家完蛋了。红熙呀，你看在咱们是多年闺蜜的份上，你就帮我好好劝劝你的女婿吧。不是我不帮你啊，实在是我们高攀不上你们方家呀。陈红熙，你假惺惺的演给谁看？您对小的处理可还满意？滚吧！叶少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来人，把这2个不开眼的东西给我丢出去！叶少，叶少，陈红熙，你给我打好哎呀，叶晨呀，这以前呀都是妈错怪你了。我感觉呀，你和我们家清河简直就是天作之合，般配的很呀。明天就让清河嫁给你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是海城银行行长了。哎呀，叶行长呢，不过是欠我个人情，刚刚呀，只是配合我们演了一出戏罢了。我就说嘛，你这个从乡下来的乡巴佬，哪有能耐当海城银行行长呀？离我们家清河远一点。欢迎大家来到集市拍卖行，我代表集市拍卖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在座的各位想必都知道了，这次拍卖行拍卖的是海城龙头企业赵氏集团的使用权，起拍价20亿，请在座的各位随意竞拍。20亿。叶晨，你疯了？你哪里有钱？妈，我相信叶晨。30亿，50亿，55亿，60亿。叶晨，你怎么敢乱要价？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在骑士捣乱是要丢小命的？70亿，80亿，100亿。希望
在场的诸位能够给我唐家一个面子，赵氏集团唐家势在必得。唐家？什么唐家？海城有唐家这号人物吗？你是不是傻子？整个夏国还有其他唐家吗？京城唐家。京城唐家，夏国第一豪门居然来到海城了。唐家长子唐渊早在半年前就已经破入天境，现已成为最年轻的战神级的高手。据说此邪重礼就是拜神主为师傅。看来这海城要变天了。唐家，你们等不及了吗？200亿，让我看看是谁这么不知死活呀！哦，原来是可怜巴巴的宋家呀！我看怕是把你们卖了都不值200亿吧？我要求验资。不必了，我海城银行的钱就是宋家的钱。宋家这个小家族，既然值得海城银行来赞成。海城银行，等我入驻海城，第一个就先拿你开刀。怎么不跟了？这本来就是我的囊中之物，我为什么要跟呢？海城银行的资金有问题，我代表骑士拍卖行拒绝收取海城银行的资金。你无耻！齐家拍卖行什么时候这么不公平了？我们齐家拍卖行做事向来有理有据，一视同仁。如果你无凭无据质疑我们拍卖行的公平性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哎，无妨，不过是一群跳梁的小丑，不必跟他们计较。宋家的人，你们不想活了吗？你们现在还能苟延残喘，那都是来自我唐家的恩惠。我唐家想捏死你们宋家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唐少，这跟我们宋家没有关系啊，都是那个乡巴佬死皮赖脸的贴着我们宋家。唐少，你任意发落，我们宋家毫无怨言。爷爷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他在海城帮了我们宋家多少忙？清河，爷爷这叫顾全大局，你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别插嘴。哦，原来是你呀，叶家的余孽，你没死呀？那正好，我就让你亲眼看到宋家的覆灭。海城银行的资金无效，宋家虚假报价，罚款20亿，否则全海城封杀宋家。海城银行的资金无效，宋家虚假报价，罚款20亿，否则全海城封杀宋家。哎呀，齐少，您明鉴了，这跟我们宋家没有关系啊，都是那个乡下来的乡巴佬，他不懂事，怪不得我们宋家呢。你们齐家太让我失望了，小子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算是一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齐家口出狂言？怎么，齐少爷，你这是要代表齐家和海城审判我，继续在海城作威作福吗？怎么，现在才开始求饶，你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不，叶少，您玩笑了，我怎么能代表我们齐家呢？刚才就是给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。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？叶少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作威作福，对不起叶少，求求你再原谅我一次吧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不中用啊。秦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叶晨就是个废物啊！叶家早在5年前已经死绝了，你骂他干什么？够了，唐少，想必此次拍卖会我没有邀请你，请回吧。齐星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为了一个丧家之犬，敢和我唐渊作对？我宣布，赵氏集团的所有权由我们齐氏拍卖会全款买下，赠与宋家。这是我们海城的企业，应当由我们海城的企业继承。京城的贵客，请回吧。怎么，唐大少爷，你不会连我这个废物手下都压迫吧？你可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和齐家如此招惹我唐家，我要你们付出代价。冯木先生，给我杀了叶晨！好，
齐星、叶晨，这一次算我唐渊栽了。等到神主宴会结束，神主收我为徒后，我再一一肃清你们齐家，好好享受你们在海城最后的日子吧。我劝你好好珍惜你的小命，如果再在我面前作威作福的话，我不介意砍掉你的狗头。你少得意！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会要了你的命。走。齐少仗义出手，我们宋家感恩不尽，但为什么要送我们宋家如此厚礼呢？哎呀，齐少该不会是看上我们家清河了吧？二位啊，我纯粹是觉得宋家商业潜力巨大，想诚心交好宋家。今天在皇宫大酒店，我摆宴席，请大家吃饭。我们走。走。站住！叶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莫不是被宋家赶了出来，又想来纠缠我？自作多情，我就住在这里，你有意见？油嘴滑舌，这里是整个海城最尊贵的别墅区，住在这儿你还不配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再纠缠我了。追求我的人有很多，他们随便一人都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想你误会了什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没有人的地位比我更高。我好不容易对你有了些改观，没想到你依旧只是一个只会吹嘘的废物。我能住在这海城最尊贵的别墅区，而你却连大门都进不去。我很想知道，在铁一般的现实面前，你的自我催眠还有没有作用？这个陈友真是无药可救。你谁？不要动，侄子！我给你的条件已经够优惠了吧？给我1管里的真血，我就放过你。你休想！这是我夏国的境内，你就等着被诛杀吧你！我告诉你，在夏国境内，我已经和最强的唐家合作了。在夏国，我想杀谁就杀谁。多说无益，我要死也要拉着你！真是自讨苦吃，那就对不起了唐少。我就尝一尝这夏国女将军的味道。也是叶晨，我不介意再多杀一个。呀！我最烦的就是废话多的人。快来接一下秦雪。拜见神主。起来吧。这是不不大事，跟着唐家一起来。看来唐家的目的不纯，你给我低着。是。秦雪，起来，这里危险，你快走。这是神主大人的住所，怎么可能有危险？这是住所，那你刚才救我的一定是神主。神主大人，请受秦雪一拜，感谢前辈的救命之恩。行啊，还不算太笨，知道是我救的。此次相救，秦雪感激不尽，冒昧请求神主收我为徒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嘴巴这么臭，还想拜我为师？完了，瞒不住了，一定会杀了我的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嘴巴这么臭，还想拜我为师？叶晨，你怎么在碧海天诀内？
你口口声声的说想要拜我为师，我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却认不出我来。你这个女人啊，真是蠢到无可救药。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神主啊？我是不是神主？你看清楚了。的确是碧海天爵的钥匙，难道？我明白了，你能自由出入碧海天爵，是因为你是碧海天爵的保洁。保洁就应该有保洁的觉悟，不要贪图你不属于你的东西。你这个蠢女人啊，到底有没有脑子？怎么被我说中了？开始气急败坏了。我劝你不要自我催眠自己是什么大人。保洁怎么了？保洁你也是碧海天爵的保洁，保洁中的龙头，好好干未必不能出头。清雪，少说2句吧。也是，但是跟这个小人物说这么多也没什么意思。等神主回来，你帮我传达我来过这儿。还有，不要再纠缠我，否则追悔莫及。好的，凤小姐，以后您就是赵氏集团的掌权人了。您真幸运，能得到齐少的青睐。其实我身边一直有一个更值得的人陪着，你说对吧，叶晨？对，凡是老婆大人说的话，我举双手支持。没个正经。喂，宋清河，你们宋家人在我手上，要是不想给你爹妈收尸，就赶快带叶晨那个废物滚回来。好，马上回去。你不要伤害我家人。怎么讲？叶晨，我得赶紧回去，我的家人有危险。唐云他绑架了我的家人，说如果我不回去的话，就等着我给他们收尸。叶晨，你赶紧逃吧，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我会陪你一起。可是这次很危险。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陪你一起走。回去就回去。都这么久了，宋清河还没有回来。你们说，宋清河会不会跟着那个废物叶晨逃跑了？不会，肯定不会。宋清河最看重亲情了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你们千万别杀我们呢！是唐少，你再等一小会儿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你们宋家人还真是有情义。来，先把这了东西的手给我砍断一只。我要让宋清河回来之后，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。我是不能听你的，我给清河再打个电话。东南，住手！不错，我们这女主角终于登场了。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来了，快放开我爷爷和我妈！我只是说你回来可以不替他们收尸，我可没说要放他们呀。那个小人！没关系，等你们都死了，没有人知道的。看来你是一点都没机会。我说过，下次见面一定会砍掉你的狗头。找死！好啊，好！你竟然敢杀了我唐家的暗卫，你惹怒了我，彻底惹怒了我。今天你们都要给我死在这儿！孽了，叶晨，你居然敢杀唐少的人，这是彻底的完了啊！叶晨，你要死，你自己去死，你别带上我们宋家！行，告诉我你怎么让我死在这儿？我承认你比我想象中要强出许多，但是我这次来可是带了我们唐家的守门人唐天龙。什么？唐天龙？难道是那个一夜之间屠杀洛城5大家族的唐天龙？怎么会是他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你叶家覆灭，就是这位唐家的守门人破开了你们叶家的大门，把你们母子追杀的狼狈不堪。没想到你这个秦死了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果然是你们唐家。放心，不光是你，
还有你们整个唐家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全部给灭了。现在，你可以死了！一群废物也敢拦我！你再向前一步，我保证，宋家人今天全部都会灭门。小子，给我跪下！兴许我能留你的全尸。你也配？叶晨，你快跪下，听唐嫂子！叶晨，你想要害死我呀？我要是死了，青河，我肯定不会原谅你的。你不是要我死吗？来呀！唐少，要杀要剐趁我来，别为了他们。好啊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让叶晨给我跪下，然后从我的胯下钻8个来到你，指不定我一高兴，就把他们给放了。叶晨，你快跪下呀！老老实实的听唐少的。忍一时，风平浪静。叶晨，你就忍耐一下，快跪下呀！青河，快劝劝叶晨呐！没听见我家少爷说话吗？你个小瘪三，还不赶紧给我跪下！行，那我今天也给你一个机会。你今天栽在这里，我可以放过唐家的老幼妇。还有你，你自费全身的经脉，后到我们监狱里发。老夫叱咤江湖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就凭你，也敢命令我？叶晨，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？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嘴硬，什么屁本事都没有，还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叶晨，你不让我们家破人亡，那你是不是不甘心呢？你叶晨呐，就算爷爷求你，你就给唐少服个软吧，跪下！行，够你勇气，兄弟，我也不为难你。好，宋清河，我就再给你一机会，杀了叶晨，我就放了他们。不要，唐少，我做不到。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你要好好把握。我只给你5秒钟考虑时间。青河，你还等什么？快杀了叶晨这个废物呀！这个废物的命和我们的命比起来，连坨屎都不如呀！叶晨，对不起。3、2、1。我做不到，唐少，让我杀了吧，你放过我的家人好不好？好啊，只要你死，我就放他们。话算话，我唐家绝不迟疑。清河，不要相信这个人这样说的话，我可以救他们，相信我。真是你有狠心，对不起。清河，不要！将军面前不得无礼。秦雪，你怎么来了？秦雪竟然没死，难道她也已经突破天境了？怎么我没死，你很意外呀？怎么会呢？我的未婚妻。废话少说，此事就此作罢，放过宋家的人。叶晨杀了我唐家的暗卫，你让我就此罢手，这不合适吧？我唐家需要一个交代。交代？神主口谕，宴会期间不得行杀生之事，违者立斩。宋家也在宴会邀请名单之列，是要向神主要个交代吗？原来又是神主救了我。既然神主都发话了，那我唐家当然要听了。等到神主宴会结束，你要是再敢做，就连你一块做。能不能活过神主宴还不一定。好，等神主宴会结束，我再来要你一家的命。叶晨，下次再见到你，一定把你抽筋扒皮扔到海里，我看你的命还会不会这么硬。这次算你幸运，又让你多活了几天。过了这几天，可就没机会了。唐王，走。多谢秦将军，秦将军要是晚来一步，我的清河是性命不保啊！多谢秦将军仗义相助，清河感激不尽。这是神主的意思，我只是
戴维纯的，你也听见了。我现在和唐渊已经定下婚约，日后你若是能活着，请不要来纠缠我，否则唐渊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我笑你身为夏国将军，却像物品一样被家族随意联谊，可悲可笑。什么？叶晨，你这个废物，不许对秦将军无礼！叶晨，我再怎么说也是这世界顶级权贵，我的命运不需要你这个底层渣子来操心。自此之后，咱俩再无瓜葛，你就好好待在宋家，不要再做一些虚无缥缈的美梦，这对于你来说才是最终的归宿。我们走。叶晨，没想到你们之间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呢。放心吧，清河，我只属于你一个人。明天的神主宴你一定要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。那我们赶快走吧，赶紧离开夏国，这样的话唐家就不能为安。放心吧，明天过后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我相信你。等着我，清河。秦雪求见神主。秦雪求见神主。秦雪求见神主。既然神主不愿相见，那便就此作罢。别啊，小雪，今晚过后，事情恐怕就已经成定局了。唐渊本就天分非凡，如若拜神主为师，那秦家一定会逼迫你嫁给唐渊的。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。前半生与一个手目寸光的小人物定下婚，后半生还要被迫嫁给一个要杀我的人。不过的确，我与神主素未谋面，他确实没有理由要帮我。如果我说你们见过，而且还很熟呢？小雪，你等着，我去帮你求神主。我且问你，为何拜师？弟子愿为夏国征战一生，不愿为家庭胁迫，成为联姻工具。下勾结的唐家，愿神主收我为徒，弟子定不辱使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今夜过后，唐家覆灭。弟子谢过师尊。此乃我秦家家传宝剑，可以将领我秦家将士。今日一并献给师尊。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居然能成为大人的弟子，真的是幸运之极。你有朝一日要是知道这位是谁，就不会这么觉得。这是宋家，他们家应该没资格进这神主宴会吧？你这消息啊，太闭塞了。这宋家呀，已经吞并了赵家，在整个海城啊，都炙手可热。这神主殿可真气派呀！看来神主对我们宋家还是很重视，特地安排在第一张桌子上。宋家，你们怎么坐这？神主何等宋？是不是搞错了？秦小姐，这是凌天战神亲自安排的位置。那行。皇家的贵宾，凌天战神安排的位置在这边，请随我来。一定是秦雪从中作梗，他们宋家都能坐第一桌，咱们唐家却安排到第二桌，真可惜。无妨，我唐家带来的质朴，一定能让神主满意。等神主大人收了我为徒后，我便灭了宋家。还有秦雪，哼，我一定亲自尝一尝我的鲜血的味道。清河，你来了，稍坐一会儿，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呢，马上就到。叶晨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哦，知道了，一定是打着我们宋家的名目，狐假虎威混进来的。来人啊，快把他赶出去！可真是不要脸，居然偷偷跟踪我，就到了这个地方。我应该说过，你我再无。秦雪，你别这样说，神主宴上叶晨来也是正常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
你居然还能混进神主的眼里！我跟踪你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好啊，叶晨，居然敢顶嘴！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把你赶出去！妈，你别说了，咱们今天能来神主宴，还是叶晨帮的忙。什么是叶晨的帮助？明明是我们宋家发展潜力巨大，才得到中海各大世家的帮助，帮我宋家提升一流家族。你们宋家能有什么发展潜力啊？不过是神主青睐宋清河罢了。什么？我们家清河居然能被神主看上？哎呀，那我们宋家要是跟神主联姻，那我们宋家在夏国不就是第一家族了吗？倒是可以这样说。你们宋家痴心妄想，神主那可是真正的世界权力最高层，怎么可能和你们宋家联姻？你们宋家痴心妄想，哼！神主可是世界上真正的权力最高层，怎么可能和你们宋家联姻？我唐家带来了举世罕见的血龙随意献给神主，而且我家少爷的修炼天赋同样是世界罕见。到时候神主爱才心切，必定收我家少爷为徒，神主和唐家强强联合，一定站在世界之巅。看你们唐家就是长得丑，想得美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收你这个徒弟了？你还不配。叶晨，你在跟我说笑话吗？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神主吧？你给老夫站起来！这是什么位置？也是你能坐的吗？叶晨，你别闹了，我找人给你安排个位置，也能帮你干一番大的事。无妨，这里本来就是我的位置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替未来的师傅清理一下座位上的垃圾。杨破军代表夏城锦衣阁向神主夫人送上贺礼。大夏风景执掌夏国兵权。易先川代表夏国银行为神主夫人献礼。大夏如意执掌大夏财权。莫以见不师娘，暗影神殿殿主幸运。恭贺师娘执掌暗影神殿。我居然将兵权财权拱手相让，这好像要成为夏国皇族了呀！这算是暗影神殿已经归顺于宋家，宋家挥手之间就能成为世界地下势力的统帅。什么？神主竟然会为了你们宋家做到如此地步？宋家大势已成，咱们不是对手了。哎，我说清河，赶快谢过几位大人呀，然后准备好成为店主夫人。没想到我宋家居然在我手上达到了巅峰。清河，赶快收下礼物，你就是我们宋家最大的功臣。几位，麻烦还是收拾好礼物请回吧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只想跟叶晨厮守到老，心里已经容不下其他人了。还请师娘三思。哎，我说你脑袋坏掉了，这小子有什么好的？清河，你不要乱来！天大的机缘，你不要，你这是气死我呀！爷爷，爱是不能够用财富和权力来衡量的。财富跟权力固然重要，但在我心里，这些都比不上叶晨。相比于权倾天下，我更想跟叶晨过平平淡淡的日子。所以，就算他在你们眼中是废物，他在我心里永远是最棒的那个。清河，谢谢你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会永远爱着你的。哼，宋清河，你真是找死啊！等宴会结束以后，就是你们宋家覆灭的日子。我看今日过后，覆灭的将会是你们唐家。叶晨，等你死了，我看你的嘴还会不会这么硬。既然都混进来了，我就给你找个位置，也好给你一个机会瞻仰一下我们神主的尊容。无妨，我坐在这里就可以。这是凌天战神特意给神主留的位置，你坐，你也配。你没有搞明白吧？我说这个位置就挺好的。你占用神主的位置，叶晨，你是想死吗？你这个白眼狼，给我滚出去，可别害了我们宋家！哼，这下不用我了，神主大人待会儿会亲自收拾他。我此等身份也只能拜入神主门下，等神主一来，我可跑不了。既然是我的徒弟，那徒弟怎么不知道给师傅让座呢？
当初你破坏我的宴会，无法加入战神殿。如今我拜了神主为师，更不能让你在我师父的宴会上捣乱。护国战神明天大人到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此次的宴会主人乃是我战神殿与暗影神殿共主。让我们掌声有请神主大人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等神主降临，你却像个小丑一样跳出来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神主可不比其他人，要你的命，全家都得陪葬。快坐下吧，林天大人叫的是神主大人，是不是听错了？清河，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到了，准备好。你拉我干嘛？他上去必死无疑。神主明明已经到了，为何迟迟不肯出现？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叶晨上去干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只求叶晨冒犯神主，不要连累我们宋家呀！今天即将发生一件改变我人生的一件重要大事。叶晨，你给我下来！这不是你能玩浪漫的地方。凌天，你在搞什么？等一下神主过来，我要举报你做事不力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拉下来。神主肯定到了，十有八九是看有人捣乱，又愤怒。你相信我，你不要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你一直看不上的前未婚夫，就是你昨夜拜的师尊，那个一人可镇七国的绝世人物。我尔天拜见师尊。就是传说中的神主。可笑，我自持天赋地位超然，屡次侮辱叶晨，没想到最大的笑话却是我，一手葬送了我和神主的约定。我都干了些什么，屡次冒犯神主？我死有余辜呀！我们宋家永远不是泰山，竟然把神主拒之门外。可笑你宋家天天将海城一流家族挂在嘴边，却不知你们一直看不上的叶晨就是世界顶尖人物，你们全都看走了眼。不，我不相信！你这个情脉寸断的废物，怎么可能会是神主？当年你所做龌龊之事，都已被神主知晓。京城唐家被除名，你就完了。你闭嘴！我不相信，我唐家高手如云，这怎么可能？少主，我们唐家已经被灭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替唐家报仇。是那吸血功。吸取他人精气，转化为自己养料的邪恶之法。我唐渊5岁习武，12岁纳气入体，如今的我充满了力量。你就算是神主又如何？我要杀你，就是要告诉世人，我唐渊才是天下无敌。他已冲破了天境，已经达到了凡人无法想象的神境。叶晨，危险！叶晨，快来领死！徒儿，给你丢脸了。无妨，我来杀他。秦雪听令，在，带领我夏国教士一平。秦雪，力不辱师尊之命。清河，
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愿意。